我现在来开始制作我的下橱柜。那我这里的空间深度是4米，我希望我的下橱柜能够尽量做得长一点。好，然后我这里还会放一个冰箱。那从墙面这里进来，大概30公分的位置，我会做一个小吧台。那这吧台的一个目的是为了遮住我的冰箱。那这个下橱柜的尺寸，我就要先扣掉这个吧台还有冰箱的总宽度，那才会是我的下橱柜的总长。现在我要来切橱柜的框架。木柜框体的材料会使用桦木夹板来制作。这种桦木夹板尺寸是4尺乘以8尺，那是120公分乘以240公分。它实际上的长度跟宽度都会略多个1-2公分左右。那我家是住在公寓4楼，没有电梯，如果是48的板子，我也很难搬上来，所以我请厂商先帮我对半了。所以我先请厂商直接帮我纵剖切到我要的宽度。我柜子的深度是56公分，所以我直接请厂商切好。那我现在就只需要做横断的动作，我把我要的长度切出来就好了。那因为我会在家里施工，而且我人现在住在里面，所以在集成方面我有特别讲究一点。那我要尽量做到无尘，所以我吸尘器是用希特勒的。那这一台是工业级的吸尘器，那吸力非常的强。我希望让我的整个作业是尽量接近无尘的。当然是要完全的无尘是完全不可能的，我就是尽量把这个灰尘量降到最低。那手持圆锯机，我除了加装了这个集成头以外，那我还另外改装了前置的集成。我利用了本来这个重切的导板，改装了一个前置的集成孔，由前集成孔接后集成孔。再连到我的吸尘器。那现在我就来切长度。切割刀尺的部分，我使用它金马的切割刀板。我要确保我切割的线一定是一个直角。在我要切割的这个桦木板底下，我有放一个6分的木芯板当做切割板。锯子切到底下的切割板都没有关系。那锯片深度就是比这个板子再多一点点。那现在我们就可以来切割。那粉量不多了，就是一点点，还算可以接受的程度，不会到说整间都是灰。柜子的宽体刚刚这样子就切割完成了。那这样全部切完，其实粉尘量非常的小，我就不用担心说家具上面都是灰尘之类的。那现在我先清洁一下环境，就可以来进行组装了。柜体的组装我会使用斜孔器来做组合。那这个是装斜孔的工具。那我会先把它锁在一个夹板上面，等一下会比较好操作。
那现在就必须使用正宗电钻，搭配它专属的斜孔钻头，再加一个指腹器，这样钻下去就会刚好是我要的深度。那这个工具在我的虾皮也都有贩卖。那斜孔器组钻的好处就是它的强度非常的好，那会比直接直锁在外面会更美观，因为它的斜孔会隐藏在柜体的内侧或者是底下，你就不会从这个木头表面看到我们的螺丝孔。那现在我就来组装我的柜子，那示范给大家看这个斜孔器怎么操作。那我柜子的底部这一块板会从这一块板锁到柜子的两边2个侧板，我会先在旁边垫2块木头。它这个有快速夹的功能，我只要把木板放到这里面，往下夹住，它就扣紧了。只是这时候木板你要先选一下哪一个面比较漂亮。那我们要钻的这个孔的位置会是在我们的柜体的下方，因为下方的孔是看不到的。那我们的柜体内侧必须要选漂亮的面。我觉得这一面比较漂亮，所以我就要把它朝那个方向。那它这个锁的紧度也可以调整，锁起来就会像这样。那我们只要再从这个孔钻下去，就完成它的钻孔。操作起来很简单。那像两边会有点悬空的部分，我建议最好是放2块木头，垫在两边，因为等下要钻这2侧嘛，那重心就会倾倒，就不好，我们就会比较难操作。那很快的这一侧的孔就已经钻完了，那现在就可以掉头。这一块这样就完成，那就先放在旁边，我们再继续装别的。那希特勒吸尘器的好处就是它有个遥控器，那管子有4米长，我只要这里按一下，它就直接开机了，所以我可以直接别在我的手上，或是放口袋都可以。那现在我要把这个柜子做组装，我们可以用这种 L 型的夹具，把要结合的部分做固定，这样锁的时候才不会跑掉。那通常传统装潢木工的做法会先使用钉枪，我在这3个点先上个1针，这样子就不会有位移的问题，只是这个就会有外面会有钉孔，所以我现在这里使用夹具来操作就好了。
那用这个斜孔固定之后，这个结构会非常的强。我压是不太会晃动的。我的下柜主要是由3个宽体组成的。好，那现在我的3个宽体都组合完成。上面这一块不需要是1块板。好，那因为上面还会再搭一个桌面。我这块4尺宽的夹板，在裁了2块58之后，然后会留一块大概5公分多的木条。哦，那刚好可以搭在这里，哦，跟后面。哦，这个柜体的前方跟后方要再各搭1块木条。那这个切断机我一样有做集层的补强，原本的后集层以外，我在切割的这个后翻我也多加了一个集层孔，你可以点上方的连接去看一下这个集层盒要怎么制作。这个补强横杆一样用这个斜孔钻来钻孔，那要钻的位置是在这个柜体的上方，到时候上面还会搭一个桌板嘛，所以把它盖住。要锁中间这隔板的时候，要比较注意上下的尺寸一定要一模一样。那我们必须先看一下底下的尺寸，38.25。好，那上面就一定要也是38.25。好，那我们就可以在上面先38.25先做个记号。确定有切齐我们的，你不要躺在这里，你要就坐这。那确定一定要切齐我们的画的记号，那一样夹子把它固定好。现在我这3座筒身都已经做好了，那现在就要把这3座都锁在一起。那这时候会先使用 F 夹，先给它做夹固定，再使用螺丝把它锁住。那这时候比较注意的是，你这个柜体的正面，这个面这2个筒身相接的位置，尽量不要有断差。那尽量把它抓齐，再夹起来，我们才开始锁。那通常只有正面有办法抓齐啊，那背面如果有一点小落差也没有关系，因为到时候我们都还有封背，那都不会影响到。那正面如果有断差的话，到时候我们抽屉锁上去，那抽屉跟抽屉之间就会出现断差，那就比较麻烦。那这时候就使用沉孔钻，先做引孔，再锁螺丝。那现在因为已经是晚上了，这时候照理说已经不能施工了，我会怕吵到邻居。邻居可能会抗议，那这时候我就会使用震动电钻来锁螺丝。那如果你使用冲击式的话，它会这样哒哒哒哒哒，那声音非常大，那邻居是一定会来抗议的。那使用震动型电钻的话，虽然比较难锁，不过噪音是比较小。那要锁螺丝的位置一定要夹子先夹好，不然很容易锁不密。这个位置是先门，那我就不会从这边锁螺丝过来，我会从抽屉这边锁过去。
这个下厨的桶身就主结构就全部都组合好。